这次我们来到新竹五峰乡的观雾，在山林里看壮观的樱花树，走进快山巨木步道，沿着森林慢慢往前。白天是满满的绿意，晚上抬头就是星空。跟着我们来这一趟2天1夜的观雾小旅行吧。可以早起爬山的男人。Good day, May， 我是 Cecil。Hi， 我是 Josh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的是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。我们要来观雾看樱花，难得好久没有拍台湾旅游的行程了，来分享给大家。对，希望今天能够也顺便能够看到圣人线。走吧。观雾位在新竹县五峰乡，海拔大约在2000公尺左右，属于雪霸国家公园的范围。因为地形抬升和水汽充足，这里一年有很长时间都被云雾包围，也孕育出完整的中高海拔森林生态，像是快木林、山椒鱼，还有季节性的樱花景观，都是这个区域很重要的特色。来到这里的第一站就是来看观雾山庄的雾社樱王啦。前方这一棵就是雾社的樱王。这里最大棵樱王树真的很壮观呢，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，是带一点点绿色，白中带黄绿的那种色调，就是没有看过这一种樱花。雾社樱王属于台湾原生种的雾社樱，主要生长在中高海拔山区，花期大约在每年2到3月。在观雾这里，满开时间通常落在3月初到3月中，是当地樱花季的重点之一。后面呢，就是这边大家都来这里看的这个雾社樱，对，很壮观。大概是3月中旬左右，往年都是这个时候，所以我们就刚好跳到这个时候来。因为这边我看网路它是大概3月8号那时候满开，然后大概满开之后10到14天会持续，所以通常是3月中旬。然后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雾社樱这个品种是台湾特有种，然后这一颗樱王是目前已知就是最老、规模最大的一颗樱花，至少有80年以上的历史。真的很壮观。来这边呢，要开一段蛮长的山路，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然后，但路况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其实不会很难开。我觉得来这里的话，观光客如预期的其实蛮多的。虽然大家都说国旅不好玩，但是其实这些热门景点的话，还是很多人。这个周末天气非常的好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来看赏花啊，然后爬山的时间。这一带其实附近步道也很多，主要就是最长的步道，我们等一下是要走的是真山步道。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可以有更近距离的看整个圣人线，对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这边也有一个算蛮重要的一个那个神木的步道，有5座神木在这边，这个大概是明天会去的。然后还有这边都是主要是看山景的一些步道。前方就是圣林线的位置，大坝尖山、雪山这些。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走往一个步道的路上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就是一直说这边因为常常都会起雾，但是目前是没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走到这个真山步道的步道口。这个步道是一个环形的步道，那要到过来这边必须要从那个山庄那边走过来，然后大概走一圈，大概快4公里这样子。那通常是会建议就是比较走陡的路线，逆时针的方向这样子绕一圈。那整个落差的话，大概才300公尺。好一阵子没有爬步道了，不过还好我最近都是在减脂，没有增重，所以体力而且有做比较多有氧，体力应该还可以自己。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，就是我跟Josh啊，就是因为我们2个都是一个实境节目叫《惊险大挑战》The Amazing Race 的粉丝，然后这个节目在台湾也有一小群小众的粉丝，然后他们在 PTT 的实境节目版的话，其实有办台湾自己的 Amazing Race 的活动，就是在台湾各地闯关，然后这个活动其实他们也已经办了12届，但是因为已经有几年没有办了，那本来我跟Josh就想说，如果有机会他们再办的话，其实还蛮想挑战看看。其实我一直很梦想参加 The Amazing Race， 因为是可以环游世界。那但是就是因为他那个节目还是要大部分还是要美国人才可以参加。然后台湾版的话，就是当然只有在台湾走，比较不是环游世界，但是在台湾各地
闯关，我觉得很有趣。然后呢，就是他们那个活动其实已经隔了3年多都没有再办了，但是今年呢，他们要再办新的一届，是第13届的 PTT The Main Race 的活动。那我跟Josh有打算要去报名，因为他们活动时间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参加这个3天5、6日3天的活动。那不知道会不会被选上，因为这个他们报名如果人数超过他们要收的竞赛队伍是会选人的，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参加。那因为如果有要参加的话，我就会好好的再把有氧能力锻炼得更好，这样才不会到时候可能行动太慢拖垮我们的队伍。很期待耶！登山路现在到观景台了，前方就可以看到大霸尖山跟小霸尖山，很清楚耶。我们现在爬完这个步道，就是主要爬升下降的区域了。但这个步道很有趣，就是它前半就是爬山上来下来，然后后半就全部都是一个平的步道。对，爬起来不会太累啦。对啊，你看我讲话都没在喘。为了 A Man Race 就是会认真有氧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是真的蛮陡的，陡上陡下。中午我们来到观雾山庄吃合菜午餐，这里合菜收费是1个人400块，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选择咯。来到这个是山椒鱼生态中心，也是介绍山椒鱼的地方，也是这里的特色生物。它这个生态中心里面还有影片可以观赏，所以来走走还不错，就范围没有很大了。接着我们来到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游客中心，现在它这个游客中心有一个几张，然后回答问题可以抽奖的活动，所以来参加一下。它这个章都很可爱耶。好，可以投一个球球。看看Josh的运气。好，用压的会比较好。是什么呢？是纪念明信片。好，你也是明信片。我也是抽到明信片，它那个图案蛮漂亮。我们现在来到今晚的住宿地方——雪霸休闲农场，对，开业50年的老字号农场，很厉害。对，里面其实园区蛮大的，可以看花，然后也有咖啡厅，然后山景。对啊，我们是住1博20，有晚餐跟早餐，而且晚餐它是自助的中餐哦，可以吃到饱。对，然后我们是住小木，那现在先去房间了。哦，里面空间蛮大的，有一点温暖，还不错。其实是3人房它一个双人床跟一个单人床。我觉得它这个房间比我想象的还要再更现代一点，本来以为会是那种旧旧的木屋，但是其实里面算感觉是新的，对，就还 OK 啦。他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特别说进房记得要先开暖气，有暖气真不错，不然山上晚上真的蛮冷的。他这里贩卖机贩卖的东西很多样。Josh说他很久没有喝健洛了，所以特别买了一罐草莓跟一罐青柠的。雪霸休闲农场是台湾极少数有种植蓝莓与奇异果的地方，所以有相关的商品可以选购。来农场里面的咖啡厅喝下午茶。我喝的这个呢它是明日夜的花草奶茶，然后明日夜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这边的特产，然后它喝起来其实有一点点中药的苦味，但是跟奶茶搭起来是很刚好，其实还不错，而且感觉很健康。点了披萨来吃。我们现在要来去吃晚餐了，期待吃到饱。目前9.8度。来看看这边的菜色，也是蛮丰富的。
我觉得这边的菜色虽然没有到非常多，但是考量它的地点在这么高山上面，然后可以吃到这样buffet的中餐，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晚上我们参加农场的观星活动，关上灯之后，天空真的满天星斗，我还有拍到清楚的北斗七星哦。